欢迎大家来到东方译文频道。影片制作艰辛，请大家抬手点赞订阅，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。今天要讲的事情是由一位粉丝向我口述的，我整理成文章，用第一人称视角复述给大家听。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的朋友陈俊，他已经在阴阳两个的世界里沉睡了5年。陈俊是我最亲密的伙伴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无话不谈，同甘共苦，就像是一对亲兄弟。陈俊性格开朗，人缘好，我很庆幸能有这样的朋友。可惜命运无情，让我失去了他，也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不为人知的一面。事情要从他有一段时间开始变得神经兮兮说起。那段时间陈俊好像时刻处于一种惊觉状态，他总是四处张望，好像担心有什么危险。他跟我说，他发现有一辆黑色的加长轿车总是在他上下班的路上出现，很显眼也很奇怪。他说那辆车就像是在跟踪他一样，时而靠近，时而远离。我听了之后觉得很奇怪，但是也没有太在意。我劝他不要想太多，可能是工作压力大，休息不好，让他产生了幻觉。他说的这件事起初我是不相信的，因为我们都是普通的，不能再普通的打工族，谁会闲得没事跟踪我们？并且我私下也怀疑他有被害妄想症，因为他最近总是说些不着边际的话。陈俊死前的2个月，他曾经跟我说过一个奇怪的梦。他说他梦见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孩子，只有5、6岁的模样，但是头脑还是成年人的。在梦里他遇到了另一个小男孩，很可爱也很友好，他们一起玩耍很开心。但是有一天，那个小男孩带着陈俊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当然还是在梦里。那里是一片绿色的草原，风吹草低见牛羊，美不胜收。可是小男孩没有停留在那里，而是继续带着陈俊向前走，走出了草原，进入了一片荒凉的土地。那里没有生机，只有干裂的泥土和枯萎的植物。走了很久很久，小男孩带着陈俊来到了一个墓地，那里有很多坟墓和鲜花。突然间，一个男人冲过来，抱住了小男孩，哭着叫他的名字。然后他看到了陈俊，问他是谁。小男孩说陈俊是他的朋友，他很喜欢他，想和他永远在一起。说完这句话，小男孩就消失了。那个男人告诉陈俊，那个小男孩是他的儿子，在12年前游泳时溺水身亡。陈俊被这个梦吓醒了。当时他给我讲这个梦的时候，我觉得非常诡异。我问他是否认识那个小男孩，陈俊说不认识，从来没见过。这让我感到很奇怪，也有些不安。我劝他不要太在意这个梦，注意安全就好。后来我也没再多想这件事。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，在陈俊死前的2个月里，他还遇到了更多奇怪的事情。第一件事情是有一天晚上12点多下班回家时，在路上一直闻到烧纸钱的味道，那种味道让人感觉很阴森恐怖。我当时听了陈俊的话，也觉得很奇怪，但是我想可能是他太累了，闻到了什么别的东西。我安慰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啊。可是陈俊说他从公司到家的整个路程都能闻到那种烧纸钱的味道，就像有人在他身边一直烧着一样。他说他到了家门口还能闻到那种味道。陈俊说他很害怕，他还特意去查看了周围有没有人在办丧事，或者有没有人在烧纸钱，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现。我听了陈俊这么说，也觉得很恐怖。我能想象到陈俊当时的心情有多恐慌。第二件事是有一天晚上12点多下班回家时，在快到社区门口的时候，迎面开过来一辆黑色的汽车。那辆车没有减速，也没有停在红灯前，因为那时候已经很晚了，路上也没有其他车辆和行人，所以也没有人拦截那辆车。就在这时，陈俊看到有一个人突然从车前冲出来。陈俊骑住自行车，来不及刹车，就撞上了那个人。
可是让陈俊惊讶的是，那辆黑色的汽车竟然直接开过去了，根本没有停下来，而且他发现地上根本就没有人。可是他明明感觉到自己撞到了那个人，他觉得很害怕，就骂了几句，匆忙骑车往家的方向逃去。骑出了几十米后，回头看了一眼，远远地看见一个小男孩模样的阴影站在街边向他挥手打招呼，吓得他连滚带爬骑回了家。第二天告诉我的时候，我说可能是他眼花看错了，但是他说绝对不是。后来又过了2个月，在我接到消息的时候，竟然是陈俊死亡的消息。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不禁想起了陈俊之前和我说过的那些诡异的事情。想到这些的时候，我浑身打了一个寒战。第二天，警方封锁了现场，提取监控视频调查了事故原因。陈俊死因是这样的：那天晚上12点多下班回家时，在过同一个马路的时候，又出现了之前那辆黑色的汽车。不过这次那辆汽车的窗户是敞开的，窗户里有一个小男孩探出头跟陈俊打招呼。陈俊好像认识这个孩子，还跟他挥了一下手。就在这时，黑色轿车急速驶过，监控视频看不太清楚，看起来黑色轿车好像穿过了他的身体。陈俊突然就原地瘫倒在马路中央。事件已经过去了很久，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线索，那辆黑色的轿车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样。遗憾的是，陈俊就这么莫名其妙地离开了世界，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。警方说视频比较模糊，应该是交通肇事逃逸，但因为抓不到肇事车辆，成为了悬案。本集已经播放完毕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。节目制作不易，新频道经营困难，恳请大家点赞、订阅和支持。